各位乐龄养生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张之夏。今天我想和大家聊一聊我们心底那份共同的感受，关于钱，关于生活的焦虑。这种感觉，它像梅雨季节墙壁上悄悄蔓延的湿气。起初你不以为意，直到某天你发现墙角已经晕开了一片无法忽视的痕迹。它藏在哪里呢？让我试着描绘一下，你看是不是你的日常？你到菜市场，你想买条无锅鱼红烧，摊主报了价，你嘴里应着好，心里却嘀咕，咦，上次买好像不是这个价。你走到相熟的菜摊，想挑一把空心菜，几根玉米，但结账时，从皮夹里抽出的钞票张数，还是比记忆中多了一两张，价格仿佛也有了看不见的变化，缓缓地向上浮动，而你的退休金，一年到头几乎毫无变化。这份静止的忠实与外面世界奔腾的上涨之间，形成一种让人心慌的对比。它带来一种深刻的焦虑，不是烈火烹油般的急切，而是文火慢炖般的忧虑。正因如此，每当电视新闻或报纸标题出现通胀率再创新高，消费者物价指数持续攀升这些字眼时，我们心中那个最大的疑问便会再次响起：政府当初不是承诺劳保年金会跟着物价调整吗？这个质问，它问出了我们的期盼，也问出了我们的无奈。今天，张之夏要带着大家，凭借公开的数据与明确的法规，一步步理清头绪。请大家将期待的目光投向2026年，我们等待已久的那次关键性调整，极有可能在明年，以一种超越以往、令人真正有感的幅度，实实在在地反映在我们的退休金账户里。根据行政院主计总处最新发布的消费者物价指数预测，并经过多家专业机构与精算单位的反复试算，几乎可以确定2026年，也就是明年，我们的劳保年金真的要启动调涨机制了。而且这一次的调涨绝对不是那种无感的微调，根据当前数据的强劲走势，预估最高的调涨幅度可能达到 7%， 甚至 7.5%。这个数字是什么概念？让我换个方式说，这代表您每个月固定领取的年金可能会多出1500元到超过2000元的一笔通膨抗战金。想象一下，这笔钱可以让您每周多买一次新鲜的鱼肉，可以让您更放心的开冷气度过炎夏，可以让您在给孙子零用钱时更加大方。这笔钱，它不是一次性的红包或补助，而是从调整生效那一刻起，每个月都会准时汇入您户头，活多久就领多久的永久性加薪。它就像是政府帮我们的退休金穿上了一件防护衣，努力对抗着通膨这个无形小偷的侵蚀，让我们碗里的饭菜能更丰盛一点，脸上的笑容能更安心一些。这不仅仅是数字的增加，更是对我们退休生活底气的一次重要补充。不过，在我看到大家脸上露出笑容之前，我必须先按下一个暂停键，设立一个重要的资格关卡。是的，这次调涨虽然是大概率事件，但并非所有领取劳保年金的朋友都能在2026年同步享受到。这里头牵涉到劳保局一套非常精密且依法执行的游戏规则，而这个规则的核心就在于累计二字。简单来说，只有特定几个年度开始请领年金的人才会是这次调整的对象。所以现在请您先别急着计算自己能多领多少，最要紧的第一件事就是确认您的劳保老年年金起领年度。请您现在就回想一下，或者起身去书房、卧室，找出当年劳保局寄给您的那封最重要的公文——劳保老年年金给付核定函。那张纸上白纸黑字写着的生效日期，就是决定您明年能否加薪的关键密码。如果您一时找不到核定函也没关系，拿出您用来领年金的存折本，那个陪伴您多年的本子，往回翻到最早有劳保年金入账记录的那一页，上面的年份和月份也能帮您锁定目标。这一点是我们今天所有讨论的基础，务必要先弄清楚，因为它直接决定了您是否能搭上2026年这班加薪列车。很多朋友听到这里，心里头肯定会冒出一个大大的问号，而且可能已经憋了很久。李阿姨，照你这样说，为什么2025年不能涨，非要等到2026年？难道政府的钱还要挑年份发吗？是不是又把我们老人家的权益往后拖了？问得非常好，这正是解开整个谜团、平息大家心中疑惑的核心关键。这背后的逻辑，并非政府故意拖延或行政效率不彰，而是有一套写入劳工保险条例第65条之4的法定机制在运作，叫做消费者物价指数累计成长率达到 5% 启动调整机制。请您特别注意这3个字，累计。这就像是我们去超市或药妆店集的点数，不是单次消费就能兑换，而是要一点一点累积到一定门槛才能换取赠品。又或者像一场马拉松，不是跑了1公里就发奖牌，而是要跑完42.195公里的完整里程。
劳保年金的调整也是同样道理，它看的不是今年物价比去年涨多少，而是看从您上次调整后到现在为止，物价总共累积上涨了多少。这个累积的涨幅必须突破正负 5% 的门槛，调整的开关才会被启动。我们可以把每个退休年度的族群想象成一个个独立的水库，从他们开始领钱的那一年起，物价上涨的雨水就不断落入他们专属的水库里。2025年之所以没有调涨，正是因为对于大多数年度退休者来说，他们水库里的水位虽然在上升，但截至2024年底的计算还没灌到 5% 的标尺线，因此大家需要再耐心等待雨水累积1年。然而到了2026年，情况将截然不同，加上2025年这整整1年的物价上涨数据后，对于前面提到的某些特定年度退休的朋友而言，他们的通膨累计水库终于蓄力完毕，不仅一举冲破 5% 的法定泄洪闸门，更是一路飙高，直冲 7% 以上的惊人水位。这就好比您的集点卡在默默积攒了数年后，终于迎来可以兑换最大奖的时刻，而且这个奖品还是终身有效的。所以2025年的等待并非落空，而是在为2026年更具分量的调整积蓄能量。那么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来了，到底是哪几个年度的退休朋友能成为这次的幸运得主呢？请您泡杯茶，坐稳了，我们一段一段来细说。根据目前最可靠的数据模型与试算，以下几个开始请领劳保老年年金的年度机会最大，请您对号入座，或者帮您的家人朋友留意。首先是第一梯队的资深退休族，2011年、2012年，恭喜在这2年退休的长辈们。你们是这次调涨幅度预期最高的族群，堪称这次调整的领头羊，因为你们退休的时间最早，经历的通膨累积期最长，已经默默承受了超过10年的物价波动。虽然你们可能已经享受过之前几次的物价调整，但劳保的机制是重新累计，在一个新的以你们上次调整后为起点的累计周期里，你们的数据再次强势达标。这就像是长跑比赛中最有耐力的选手，累积的实力最为雄厚。在这10几年间，你们看着房价飙涨，看着孩子成家立业的压力，看着日常生活中所有细项的价格变化，这份调涨是对你们早期退休，面对长期通膨压力的一份实质回馈与肯定。如果你是这2年退休的，明年的调涨金额绝对会让你非常有感，这笔钱是你们应得的。接着是第2梯队的中间主力族，2016年、2017年、2018年。这3年退休的朋友人数非常庞大，你们可以说是劳保年金的中流砥柱。你们从退休到现在的这段期间，刚好完整经历了全球经济的变化与近几年显著的物价上涨循环。你们退休时或许还觉得物价上升平稳，但随后而来的各种国际事件、原物料成本攀升，都让你们的退休生活成本节节高升。你们的累计点数在这2年也正式跨过了 5% 的法定门槛。所以请不用羡慕别人，2026年就将轮到你们的账户响起加薪的欢乐提示音。这笔钱是对你们在这个物价波动剧烈时期坚守退休生活、稳健持家的直接支持。许多在这个阶段退休的朋友，可能孙子刚出生，正是想多给家庭一些支持的时候，这笔调涨来的正是时候。最后还有一匹备受瞩目的潜力黑马，2022年。虽然你们退休的时间不算太长，但不得不说，你们退休后所处的这几年，通膨的速度来得又急又快，堪称是近20年来最显著的时期。这导致你们的累计物价涨幅以超乎预期的速度累积，极有可能在2026年就提前达标，挤进这次的调涨名单。这证明了通膨的影响无孔不入，不分退休先后，但也显示了这个调整机制能够及时反映剧烈变化的优点。对于2022年退休的朋友来说，这可能会是一个惊喜，因为原本以为还要再等更久。听到这里，如果您是2023年或2024年才刚加入退休行列的新鲜人，可能心情会有点复杂，请先别失望，因为你们累计的时间尚短，通膨点数的水位还未蓄满到 5%， 所以2026年大概率还不会启动调整。但是请务必记住，你们的点数并没有消失，它们正在你们专属的水库里持续累积中。或许在2027年、2028年，当累计幅度冲破门槛时，就该换你们接收这份迟到的大礼了。退休生活是长途赛，我们比的不是起跑快慢，而是谁能稳健地获得持续的支持。请保持信心和耐心，你们的权益并未受损，只是还在酝酿期。好了，确认完有没有份之后，我们进入最实际，大家最想知道的环节，到底能多领多少钱？
我们别光看7%、7.5%这些百分比，那太冰冷，好像只是财经新闻里的一个标题。我们来动动计算机，把数字换算成我们每天看得见、用得着的柴米油盐，变成我们口袋里真真切切多出来的钞票。张之夏在这里帮大家设计几个不同情境，您可以拿出自己的年金金额对照着算算看。接下来是关于钱何时入账的关键说明，大家一定会想，是不是2026年1月1日就能开始多领了？新年新气象吗？这里必须帮大家建立正确的期待，了解政府的作业节奏，以免到时候空欢喜一场，或者误会了什么。按照劳保局多年来的标准作业流程，这类依法进行的年金调整，其时间轴大致如下，请大家记住这个时间表。2026年5月，这是最关键的公告月，劳保局会正式发布新闻稿并对外公告，明确列出符合调整资格的年度以及确切的调涨百分比。所有的猜测和预估都会在这一天尘埃落定，这是官方最终的确认时刻。2026年6月，调整正式生效，您会收到第一笔调整后的年金。但请注意，6月份的发放方式非常特别，是很多长辈会产生疑惑的地方。这里有一个超级重要的细节，每年都有长辈因为不清楚而吓一跳，甚至误以为是银行搞错了或是诈骗。请大家拿出小本子记下来，或把这段话重听一遍，也可以转告给可能不知道的朋友。明年6月，当您去刷存折或查看网络银行账户明细时，您会看到劳保年金是分2笔入账的。第一笔是您原本每月固定领取的旧制金额，第二笔则会明确标注为物价指数调整或类似名称的新增金额。举例来说，李伯伯在6月的存折上会先看到一笔22000元的入账，隔一行或另一笔记录会再看到1540元的调整金。请千万不要惊慌，这不是汇款错误，更不是诈骗集团的手法，这是劳保局标准的行政作业程序。这样分开列示，是为了让大家清楚看到调整前后的差别，有账目可循。而从2026年7月开始，这2笔钱就会合并成一笔总额，以后每个月都用这个新数字固定入账。所以，明年6月请务必看清楚您的账户明细，别只看余额增加了。要一笔一笔对，明白钱是从哪里多出来的，才不会自己吓自己，以为发生了什么不确定的事。说到这里，我张之夏的鸡婆个性又要发作了，而且这件事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我必须用最严肃的态度进行最重要的防诈骗宣导。历史经验一再告诉我们，每当政府有普发资金、调涨补助、发放退税等利好消息时，诈骗集团的电话和简讯就会像蝗虫过境一样蜂拥而至。他们的手法日新月异，而且专门针对我们这些关心退休金、对政府作业流程可能不是100%熟悉的长辈。他们的剧本可能会是这样：假冒公务员剧本，来电显示可能经过伪造，对方口气专业地说：“您好，这里是劳保局服务中心，恭喜，系统显示您的劳保年金明年符合调涨7%的资格，但需要您提供身份证字号和银行账户密码做最后确认，我们才能为您开通权限。请您务必将以下原则像座右铭一样刻在心里：劳保年金的任何调整都是全自动化的电脑作业，只要您符合法定资格，劳保局的系统会自动计算、自动调整、自动汇款到您原本领取年金的指定账户里。整个过程您完全不需要提出任何申请，完全不需要提供银行密码或 OTP 验证码，完全不需要点击任何不明简讯或赖因讯息里的连结，完全不需要依照电话指示操作 ATM 或网络银行。如果有人透过任何方式要求您进行上述任何一项动作，那么对方100%是诈骗集团，请您立即保持冷静，挂断电话，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举报。我们的退休金是安享晚年的生命线，是我们一生辛苦的结晶，一分一毫都必须由我们自己牢牢守护好，绝不能让这些不法之徒用几句花言巧语就骗了去。我们如此深入的去了解、关注劳保年金的调整，其意义其实远超过每个月账户里多出来的那些数字，它更像是一种仪式，一种社会对我们这一代退休者过去贡献的持续性肯定，也是在这个快速变动的经济环境中提供给我们的一份最基本、最重要的保障承诺。通货膨胀就像一场无声的细雨，看起来不大，却能慢慢浸湿、侵蚀我们的财富积累。而这个与消费者物价指数联动的调整机制，就是一把努力为我们撑起的伞。它可能无法完全遮挡风雨，但至少努力不让我们的购买力被完全淋湿、快速贬值。
虽然2025年的等待让人有点焦急，甚至有些抱怨，但2026年预期中的这波显著调涨，可以说是一份迟来的正义，是对我们退休族过去几年默默承受生活成本压力的一种实质性回应与缓解。它告诉我们，这个我们曾经参与建设并寄予厚望的社会安全制度，它仍在努力运转着，仍在试图履行它对我们的承诺。这份感觉有时候比金额本身更让人感到安慰。现在，张之夏想请您帮自己一个忙，也帮您关心的朋友一个忙。听完今天这么详细的说明，请您真的花一点时间离开沙发，去把资料找出来，确认您的劳保年金起领年度。这是一个简单却至关重要的动作。如果您正好落在我们前面提到的幸运年度，民国100、101、105、106、107或111年，那么恭喜您，您可以开始带着一种踏实、愉快的心情期待2026年的到来。您可以把这个好消息分享给家人，让他们也为您高兴，减轻他们对您经济状况的担心。您也可以在我们乐龄养生频道的影片下方留言区，骄傲地写下：我是民国106年退休的，我有等到，期待明年加薪。让我们一起为您高兴，也把这份喜气传递给更多正在观望的朋友。如果您发现自己不在这次的名单内，也请别灰心。一方面，您的点数正在持续累积，下一次就快轮到您了。另一方面，也请您发挥楼顶招楼脚、阿姆招阿爸的精神，将这支影片或这篇文章的连结转发给您身边符合资格的老同事、老朋友、老邻居，主动提醒他们：喂，老王啊，你好像是105年退的，对不对？明年劳保年金可能会涨哦，注意一下。最后，还是要秉持着最负责任的态度提醒大家，目前我们讨论的 7% 至 7.5% 调涨幅度，是基于现有物价指数走势与专业模型的预估与试算，最终拍板定案的确切百分比，仍要以劳保局在2026年5月发布的官方公告为准。在这之前，任何号称有内幕消息、保证调幅的个人或管道，都需要谨慎看待。不过，从主计总处的预测、学者的分析到精算师的模拟，所有迹象和数据模型都强烈指向一个结论：涨是一定会涨的，差别只在于涨幅是更接近 7%， 还是更能达到 7.5%。这个大方向，我们可以有信心的期待。如果您还没有订阅我们的频道，请务必点击订阅按钮，并开启旁边的小铃铛。日子固然有物价的压力，市局也总有变化，但只要我们保持警觉，掌握正确资讯，牢牢看紧自己应有的权益，我们的退休生活依然可以过得从容、自在、有尊严，并且充满温暖的人情味。愿2026年这份预期中的制度性礼物，能够化为各位餐桌上一碗热汤的温暖，化为与老友相聚时一杯清茶的甘醇，化为面对未来时那抹更踏实、更安心的微笑。我是张之夏，感谢您的聆听与陪伴，我们乐龄养生，下次再会。